这一期主要来聊一下大老王的频道，然后来解读一下他的一些有意思的那些分享啊。就是之前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嘛，徐子东教授，他说过，他说互联网上面通常三类题材很容易就是火，第一个就是跟权力有关的，那大老王他就不用说了嘛，他各种红二代、红墙秘闻，哎呀，颐和资本的董事就是邓小平的女婿，谁有我跟邓家的关系近，对吧？然后第二的话呢，他就是跟那个跟钱有关啊，大老王他不是说，哎，我颐和资本之前有好几百个亿的身家，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跟性有关。性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徐子东他还开了个玩笑，他说如果是某一个新闻是聊到一位贪官的情妇，哇，那三者的交集，那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去聚焦于那一个新闻。对，然后第四点啊什么？我说挺有道理的分析的。对，你接着说。然后第四点的话，他确实做了很多功课，比如他要聊一个什么话题，聊什么黄金啊、金融啊，或者聊一个什么历史啊，聊周恩来呀，他有时候经常打印的有十几页的，就是那种提纲嘛。然后所以说他直播的话就是那1-2个小时嘛。然后第三的话也是像一如姐说的，就是他直播的时候，就是他体格好。他体格或者他那或者就是说他男性的功能比较好吧，然后他直播的时候基本上1-2个小时，然后他也健身嘛，然后第三的话他也很爱自己嘛，基本上到点的话该走就走，那样子的话就可以循序渐进嘛，留得青山在这几年。但是他有一些观点的话，我不是特别的那个赞同吧。他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洼地废拉，这个我不敢苟同，因为国内的话。还是也有灵性很高的人呀，也有世外高人，也有混蛋。你不能是说因为那1-2个混蛋，或者说因为那几十个混蛋嘛，你然后就把整个民族都给否定了。你有的话，你感觉大老王他那个频道嘛，他之所以做得好，他有哪一些原因做得比较好？我就边说边想吧。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应该是他本人比较幽默嘛，就是他说话比较风趣。我觉得幽默可能也是因为他经历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原因吧。就是对，他可以把很多就是比较沉重的，或者说比较社会复杂性的东西讲的比较风趣幽默，然后让人就是比较容易接受，然后听得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吧。然后第二个优点可能就是他比较敢说吧，他能说很多那种别人不敢说的内容，比如说那种两性话题啊，或者说是玄学，就是他在内容上还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比较言之有物的吧，就是他能够发表很多他自己的主观见解，就是不只是就是照抄或者说照搬，就是比较有内容。第三点的话，可能就是他的节目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吧，我觉得就是他的话题比较丰富，然后可以吸引到很多不同层面的人去看他的节目，可能这是他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吧。都是一些比较劲爆的、比较吸引眼球的话题。当然，就是现在做节目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些就是比较俗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噱头一点的东西来吸引流量，然后再去讲一些比较正经的或者说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大环境比较这种，我觉得大环境就是比较粗俗吧，或者比较嗯不能够接受那种以往的那种一本正经的那种讲述方式吧，所以他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有鲜明个人立场和鲜明的这种这种倾向性的视频更容易得到流量的支持吧。嗯，对，再有我因为他可能想不到了，就这些吧。能够给观众带来精彩的性教育。嗯，
我觉得做博主的他，因为都是发表自己的主观见解嘛，观众跟他的见解有这种不同或者冲突，也挺正常的。就是我们去看他的内容，其实不是说是要完全去吸收他的所有观点、所有立场，就是我们只是从他不同的角度去还原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嘛。所以，嗯。我觉得每个人经历不同，然后了解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他可能有那些极端一点的这种立场，或者可能他是出于利益的目的，或者说流量的目的，做这种内容都是有可能的，也挺正常的。就是他可能不只是为了做客观分析嘛，他就是一个主观输出，然后可能自己也喜欢这样去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说一些有情绪化的或者极端的东西，让自己也爽了，嗯同时也把钱也给挣了。嗯嗯嗯，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他的那个表述的那个就是他有一种优越感，他很多那一期嘛，就是包括去和观众去读他们的留言的时候，你不是天之骄子吧？老子才是。然后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傻逼，这是哪个傻逼？如果是说我去读的话，我会稍微的那个就是语气缓和下来，因为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有20万的博主，或者至少在之前也有十几万。你在那么大的那种放大的效应下，然后人家他推心置腹嘛，他把他一些比较个人的话题嘛，在网上去来聊的时候，然后就是当着那十几万人那么去骂他，那可能对于那一位观众他的那个情绪，除非他是一个特别的那个就是放得开的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不然的话嗯，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对，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他去，就比如他去聊一些东西吧，聊一些东西，然后之后后面还有无数个切片频道，切片频道的话，嗯他再为了去抓人眼球，然后把他那标题搞得很惊悚，很惊悚的话，可能他本人说者无心嘛，但是最后后面那些做切片频道，有一些人他会对于当事人的那个心态会，我觉得会起到有一定严重的那个影响。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之前聊到有一期，就是我说两个案例吧。第一期是就是有一位中学生嘛，他有点恋母嘛，在海外，然后后来他跟他那个母亲就是最后导致跟他的继父有一点误会嘛。然后最后他和他嗯然后最后他就被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个就是那种福利部门直接给抓过去了。然后大老王他通过就是两性的那些话题，然后添油加醋诉说了一番之后，后面那些切片频道，哇，那标题就搞得很惊悚。我就想那个少年他的那个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说你说恋母情节、恋父情节，所有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嘛。但是他就那么一说，而且大老王他各种各样的，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城市他都跟人家说了，国家也跟人家说了，那样子人家还得出来去做人，而且华人社会在国外就是那么一点儿，也不是很大。你考虑过对于当事人的心态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还有一次说他女儿跟印度人就是不小心擦车了嘛，剐蹭了一下，然后也有出了一场交通事故嘛。然后他就不断的嗯去否定印度人啊，这印度人民族的劣根性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混蛋的，印度人肯定是有嘛。但是如果我们去辩证的那个来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看他说印度人撒谎啊，他就是他一搞把他朋友都七大姑八大姨叫过来了，然后还给保险公司撒谎，给交警撒谎，他那七大姑八大姨帮着他撒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是说这种情况下，那个人他那位印度人，如果他是你的朋友的话，他为了你就是那么讲义气，他还去跟公权力、公共秩序，即使是公德是有亏的，但是私德是无愧的。他就是你跟那样子的人做朋友，他两肋插刀，这是第一点，对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嗯就是确实他那个行为是有些混蛋的。好，但是后面的话那些切片频道，哇，印度民族劣根性，整个加拿大被印度占领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他是相当于直接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竿子把所有的人都给打死了。然后第三的话，他也讲了。
他不断的说，哎呀，那个白人素质很强很行，但是俄罗斯人不行，东欧人不行，意大利人也不行。比如我认识的那个什么什么意大利人他开游艇的时候，然后各种钓鱼搞得很脏啊，那只是大老王他自己认识的意大利人。我还认识有对，意大利的那个同学，大学生，哇，他们个个人素质都很高，然后跟他聊的话，充满了情绪价值，而且很讲卫生。有时候时间晚了嘛，比如他要回家的话，那都是轻手轻脚的，那个门呢，门栓的话，恨不得给他轻轻的摇下来，又轻轻的弄上去。然后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哇，那素质也很高啊。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名词的话，真的是容易误导人。比如说我们说的。就像大老王他的原话嘛，就像小姐和嗯，小姐的区别，同志和同志的区别，你以为的同志，并不是我以为的同志，对吧？对，确实嗯，确实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的频道，他观点比较极端嘛，所以他这个频道其实比较适合那种有比较成熟的心智的人去看，就是像你说的那些心智不太稳定的或者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可能就会被他的这些内容所误导嘛。对。哎，一如你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评论呢？嗯，好，是这样啊，因为既然讨论他这个账号嘛，因为之所以我愿意讨论，也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做账号的嘛。在国内这个平台嗯，的话呢，我的总播放量也有一百多万，那最高的哇话一个视频可能也是有十几万的。然哇，后那厉害厉害。我对那我的话呢，就是讲的内容就是偏教学，就是八字方面的教学啊，这种就是可啊能对于喜欢这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干货。但是我也很少去讲一些很就是言论很过激的，或者就是说很能引起别人情绪的这种。那我其实也是在反思的。我觉得，因为现在是离火运嘛，如果你太想要讲一些干货啊什么的，其实不太适合现在这个大环境的一个运势。因为离运的话，就是一种要很快速的，就是去吸引别人，然后留住别人。那可能你哦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果你想要真的就是做跟灵性啊，跟你这种嗯修行啊这些有关的，包括跟智慧啊这些真正有关的，可能到了后面一个运，就是水运的时候，你这样子做，你慢慢的细水长流的做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些内容的话呢，那个时候是比较吃香的。但是在现在这个离火运里面，你就是要像大老王那样，或者像很多这种做个越抽象的越好，这样他会从做账号的角度来说，这样子的话会更加的成功一点。但是你说，会引导别人啊，或者就是误导别人，或者就是说那些观众的来信，然后会有一点就是伤害到别人什么的，或者暴露别人。我觉得去给他写信的大部分人都是成年人，还是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你也不是说第一天看他，你也是通过他念别人的信知道他是这么样的一个风格的，那你就要知道你写的这些内容你要怎么写。那你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哪些不能写，哪些不愿意讲的，你就不要给他写，是吧？所以这就是成年人，要自己去做的一个判断和这种决策是要自己去想清楚再做的。因为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也说他也想给大老王写信，但是他也是在犹豫和纠结的。我也给他分析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在墙内来说，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而且他老是讲一些政治方面的东西。我就说，万一你让他写信或者怎么样，到时候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问题了。那会不会给他写信的这些墙内的，尤其跟他一起讨论政治的这些，一起跟他骂这些人的人，会不会受到影响？毕竟墙内是吧，人家想要找出你来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你看，我们就会经过一番的这种讨论之后，再去想哦，要不要去给他写信？所以呢，也不必去同情或者说觉得那些被他公布出来的一些信息的那些人可怜。那因为那些其实都是他自己想清楚再去做的，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嗯，对，包括有一些人，他也是想去需要一些信息的嘛。大老王他也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是那种就是痛骂棒喝的态度，有一些的话也是提供很多很那个就是比较鼓励的、比较向上的那种回信的。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有哪一期就是聊到了某一些玄学的案例呀、让你们印象特别的深刻？其实我对他的玄学我都是挑着看的，像他讲那些什么，比方说高岛一段啊这些，
我个人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学的一门占卜的课程，占卜不需要学哇，那么多，所以他给我推荐这个，我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去看。嗯，我还是就是作为一个，嗯，做账号的这个角度去分析他的话呢，我觉得像我之前跟你聊的，他其实是一个很懂得借力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知道他的八字了，我也分析他的八字，他就哇，是那种很懂得借力的一个人，然后很懂得造势的这么一个人。包括你看他的面相也是带有那种官威的，他很懂得借力，很懂得造势，然后很能够去引导别人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磁场的一个人。所以说的话呢，他就很容易起号成功。但是往往你起号成功，或者说你看像国外的，之前不是有一个谁嘛，叫那个马丁路德的，他是不是一个演讲，他是不是一个很牛逼、很成功的演说家，对不对？就是很多的这种成功的话，一定是要你口才好，你表达能力好，然后你能够煽动别人的情绪，然后有人就能跟随你。你要会讲故事。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说，宗教它玩的也是这样的路子啊。你看，不管是基督教，它也会有一本圣经，然后跟你讲一个故事嘛，然后创世论啊，怎么怎么地的。然后佛教也是，包括就是你看，像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那个六祖坛经吧，就是六祖慧能，他的故事就是你听下来就觉得哇，这就很有趣，很有故事。然后慢慢的啊，你就会愿意去了解啊，什么是禅经，那什么是禅宗，什么是佛教的，他就会就是需要这样能说会道，然后能煽动别人的情绪，引起别人的好奇，才能够引人入胜啊，这是一种天赋，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命中自带的。嗯，对，其实创业的话也是得会讲好故事。投资人的话，他根本就不关心技术细节，您的车子发动机什么原理，怎么弄的，软件用了哪些技术，他不管，他就是管你这个你是解决什么问题的，你的故事讲的好不好，故事足不足够说服别人。如果说服的话，那可能2分钟一个等电梯的时间，他就决定啊，那几百万就投给你了。嗯，对，刚才就是你问我啊，就是嗯说到这个，他的一些玄学有没有什么，嗯，不太好的？其实他讲出马仙的那些我都不是很感兴趣，我不是很喜，但是偏偏他的切片和他在国，不好意思啊，可能我吃素了之后，我有的时候就是讲话态度会有点好气。他在国啊内的一些切片的话，都是以这种出马仙啊、神啊、鬼啊这种去引流的，去打开知名度的。但是我对这方面就是真正做玄学、术数、占卜这种从业者，对这方面是最不感兴趣的。嗯。哎，他说，就是我根据他的说法，他是说，如果出马仙的话，那是因为就是相当于有什么动物灵附体上去了，所以说他能够看到过去未来。但是占卜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去学的那一套公式，所以说是自己把自己的灵性整体的提升了，而不需要借助什么外在的动物灵而看到过去未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吗？嗯，是也不是，其实他有一点说的比较对，就是从业人员是比较认可的，就是不管你是做，就是只要你是做占卜的，或者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命理派还是这种，通灵派还是什么派，纯推理派，因为我就是偏向于纯推理派这些啊，你都是有高龄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不那么吓人一点，就是你的身边或者你的这种磁场，你都是比较吸引高龄的。然后的话呢，所以你能够看得准，但是和那种就是说被什么附体的话，它又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两者之间还是不同。那你说所以说学玄学是需要有一定的天赋的，然后你学纯推理派，你可以学得很好，你的灵性层面一定也是。相对来说，如果说要有这种分高低的话，那也一定是往高处走的。他不是说真的就是很迷信，然后就是很垃圾。就很多人不说啊是个算命佬啊什么的，就带有那种嘲笑和贬低的那种啊。但其实真正专业的这种从业的，我们需要学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学的东西多了之后，好像自然而然你的这种灵性、这种直觉、第六感，以及这种对未来的这种预测，以及你的逻辑，其实都会变得比较强。是这样。嗯，它跟那个出马仙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但是呢，你是通过后天的那个学习，以及就是来就是把那个占卜的系统性的弄好之后，从而来汇聚一些真正的高龄的。
如果按照他的那种说法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其实在听他说之前，我从来没去想过，哦，我会看这个，我学的这么认真，会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灵体啊，有什么人东西跟着？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想法的，是看他的视频之后嘛，有一些人也会来问，然后也会聊到。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找一个说合理的说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合理的，起码不那么离谱吧。嗯，我记得他有一期的话，就是看得让我背脊发凉，他就讲那种鬼故事的，那两期，第一期的话是说是讲他们有几个女孩子到泰国嘛，因为前面你不是说你到泰国去旅游嘛，然后感觉有点身体不适，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他就说，那几个女孩子到泰国，后来就发现她们其中有一个闺蜜嘛。就是每次坐那个车的时候，上车下车的时候都是最后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而且还好像要找什么东西找半天，而且他会提一个很重的行李箱，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明明是三个好闺蜜，可以是说订一间房的，但是她偏偏她要一个人去订一间房，然后呢总是听到她房间里面好，有不好意思，我这有动静，里我啊打断一下。啊嗯，好，什么我打断一下啊，就他说的这种啊，就其实他的这种我基本都不看的。其实真正就是从业或者也是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们会有其他的说法，就是其实一个人，当你的运势比较好，或者说当你的身体这种能量比较强的时候，当你的磁场比较干净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看到。这种或者说你不会刻意的去看这种很诡异啊，或者很恐怖啊，或者就是这种啊全部都是乱力怪神的这种视频和说法，是不会进入你的视线的。如果一个人你总是看到这些，你持续的看这些，其实对人的运势是会有影响的。嗯，所以其实你啊看我也有这种比较吓人啊、比较害怕的一些经历，但是我从来不会到我的频道里面去说。虽然我知道可能去说了之后也会有一定的流量，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就是身弱的，他就是承担不住的。可能你说出来的时候是没什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担不住啊什么的，老是听这些，他听上瘾了之后，对他的身体他会有一种消耗的。因为你总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受到惊吓的话，对你的肾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你肾水不足的时候，你的人就会容易恐惧，你就会容易。那你一旦你经常性的恐惧的话，那从玄学的角度来说，你就很容易被附体，或者很容易撞鬼，就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我们都会选择性的就是不去看什么东西，像他说的那些太过于诡异和吓人的，我都不看的。嗯，嗯，对，哎，所以我建议你的话也少看。对，我现在都没看它，所以我好。想那个总结一下。对 Neo 的话，你对刚刚一如说的有啥感想？他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挺合理的。对，他应该就非对这个礼勿听，非礼勿视。还是比较有研究。对，哎，那你觉得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国内就是所有人当中，就是信这个玄学的大概占比多少？然后在年轻人当中，信玄学的占比多少？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不信玄学的。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做过统计，我感觉，嗯，总的来说，信玄学的人应该不到20%，或者更低。嗯，不过这几年因为就是社会环境在就是走下坡路嘛，或者说是不温不火嘛，经济有点消极，所以感觉就是信玄学的人有在提升，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占少数，不多。嗯，那一如你是怎么看的？我感觉对这个数据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大环境以及一直以来，就像你说的，嗯，政府它要对这种宗教的一种管控，因为其实玄学也可以说和宗教它有的时候也是一体两面的，也可以说它是同一个东西，有的某种角度来说啊。所以的话呢，为什么就说像他说的数据可能还是偏低呢？是因为国人包括就是说，就是管控的这个人，他们一直宣扬的就是让大家相信，
努力是会有结果的啊，然后你的人生是可以由你自己去改变和掌控的。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利于起码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啊。这是一个大环境和大框架的一个走向，所以导致的会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也是之所以这几年会就是特别的火吧，或者说越来越火，也是因为离运到了啊。第二也是因为大环境所导致的。对，我觉得现在我去庙里面的时候，看到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考研之前他会去拜一拜，或者是说考公考编之前，对，然后年轻的面孔很多，然后这一点的话我比较欣慰。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信玄学，他是为了做买卖，他希望哎我去拜你，我去给你捐钱，然后你好保佑我考上公务员，考上编制，或者说考上什么什么学校吧。好，但是实际上我发现真正的那种稍微高一点的比这高一层的话，它是你通过去信玄学，你去来修炼自己的这个灵魂，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平和。而平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结果的话，你会更加的放下那个执念，结果它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到了。甚至说就是其实最后也纠结，其实这个结果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嘛。就跟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我很想我比别的小朋友多得一朵幼儿园老师的小红花，但是现在再去想来，这个幼儿园的一朵小红花也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就是像那个我记得之前凯文他说的嘛，他说佛经里面其实有大量的那种广告，他就会通过那个诱惑嘛。他说，哎呀，你要信我的话，你会得到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哦，然后你会什么缓解你的病痛，富贵延年什么样？但是他说这个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大老王这种不得已。如果是说我告诉你，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空的，一切只是一场梦，然后呢就没有那个噱头，没有那个热点来去吸引那些观众过来点开他的视频，然后呢所以那没办法，我只有通过一些比较露骨的标题和封面把你们吸引进来，吸引进来了之后呢，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个真相，告诉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也是那个很多佛经里面，就是他的那些用词吧，我觉得。你说，就是修为高一点的，可能就是越修越平和。其实我觉得不是完全认同吧，就是我觉得平和在有些时候确实挺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平静，然后可以更冷静、更加就是泰然的去处置这些事情和情况。我觉得学玄学，它应该是要把人导向一个就是对这个世界更清晰、更客观的一个认知嘛，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要更平和，其实应该是对这个世界或对人事物更有掌控力吧，或者更有呃这种调度和处置的能力，就是你可以更好的调度你的情绪、你的意识、你的行为。就是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去做出一些嗯带有情绪性的表达或者说是动作。我觉得就是你没有接触玄学，你可能做的更多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被动的。你接触了之后，你可能能够更主动的去做选择。我觉得一如刚刚说到的，他就说很多人他相信啊，我一定努力肯定会有结果的。包括我现在去看那些小朋友、小学生他们学的那课本，什么什么中华勤学故事，但是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年了，过来之后肯定是知道选择远大于努力的，对吧？然后呢，那所以我就想请一如来聊一下，就是你说到了就是玄学的话，它会让我们更加的看清这个世界，然后呢，更加的了解自己的命运吧。好，那能不能补充一下，就是大老王他没有聊到的那些玄学的一些干货的知识呢？这个我好像刚开始我们俩聊的时候，我就有说到，其实因为玄学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干货什么的，其实很多很多的，可能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的。反正就是重要的话，就是对于大老王的我个人的总结起来，就是你选择看一些正能量的，然后积极向上的，
还是可以的。其他的你就要选择性的去看，尤其是一些恐怖的呀，然后骂街的呀这种，你就要选择性的去看。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然后，对，所以我们将来的话也会分享很多那些玄学方面干货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我还有一点不，就是说有一说一嘛。我记得我就是今年回国的时候，我去了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佛寺啊，一些道观啊，然后去了之后就感觉有点奇怪。有点就是首先一方面好事儿的话，就是很多年轻人就是相信那个有神的存在的，有灵魂存在的很多。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那个门口嘛，那些就是有一些算命的啊，他来邀着你，哎，要不要算一卦？算一卦，他会就是像那种强买强卖的小摊贩一样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也会有那个当地的什么，就是居委会啊，或者是党委的贴的有一些横幅，哎呀，拒绝封建迷信，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在国外基本上你从来都看不到的。基本上政治他不会去管宗教的事情，而且在宗教的话，国外的基督教他的主教从来不谈政治。当然私底下的话，跟那些就是教会的成员一起聊一聊，就是聊聊特朗普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是有。但是就是在官方的时候，他在那个布道台上的话，他只聊圣经，只聊耶稣和他的那些福音。第二的话，更不可能是说，你说国外他一个市政府什么的，在什么教堂啊，或者说在什么寺院的门口去贴，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去贴什么啊，拒绝封建迷信，然后凡是穿着什么那个道袍僧袍找你化缘的，一律都是骗子。第三的话，更不可能会有一些跟那个教会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些小摊小贩，他在那个佛寺的门口去拉着你去算命。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吧，就是感觉他这个磁场不是特别好。国内都这样的，就是比较乱，或者说是各种势力纵横交错，你习惯了就好了。可能你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你还不习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人互相谋生嘛，然后大家有各自的权利范围，还有就是各种意识形态相互交叉，其实也没有就是你想的那种玄学的那种怪异啊，我觉得就是正常的这种社会吧。也就是说，可能大家所有的那些年轻人，他都是成年人，他都能够区分得开。就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区分得开，只是说就是因为国内不是人多嘛，然后大家生活非常密集嘛，然后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人也很多，所以它就是比较混乱，不可能说是能管理的特别井然有序，像国外的那种。我觉得就是习惯在这种环境生活的人，一般是能区分得开的。就是可能那些小学生啊，或者没有进入社会的学生，可能容易或者那种老年人啊，可能容易上当受骗一些。对。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多那些佛寺啊，或者有一些家族的祠堂啊，甚至说教堂门口都要竖一个中国的国旗。这个我在国外从来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什么，比如说清真寺啊，或者是说神庙啊，教堂啊，它的门口去竖他们国家的国旗。这个只不过就是前段时间梵蒂冈教皇去世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天主教的一些教堂门口，他会降一个梵蒂冈的半旗。因为实际上全世界所有的那个天主教的教堂都是属于就是名义上都是那个梵蒂冈教皇的那个财产嘛。天主教堂所拥有的领地土地，那都是教皇的领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中国没有跟梵蒂冈建交的那个其中一个原因。嗯，竖旗嘛，肯定就是彰显领地嘛，彰显权利嘛。对，我觉但是得嗯就是国内国外这种政治环境不同，所以确实有很大差异。嗯，
然后我认识有一些，就是一些信天主教的外国朋友嘛，他们说在国内去出差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在上海出差嘛，他星期天他也想去天主教堂去做弥撒，啊，然后呢就感觉哎怎么，就是做弥撒的时候还得就是得有一个摄像头，就是得24小时去监控嘛，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话也是没法想象的，因为一般情况下你去祈祷嘛，去祷告的时候，那是通常你跟神说的话，那都是比较私人的那些话题，或者是说仅局限于我们这个教会的教友之间的，就对，是需要听的。你搞一个摄像头在那里24小时监控，这个难道是政府他防着我们？当然，我觉得跟中国历史也有关系嘛，因为中国历朝历代嘛，从那个汉末黄巾起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打着五斗米教的名义，然后后面的什么白莲教啊、天地会啊、洪门啊，就这些东西都是有那种半宗教，包括明朝的时候那个什么明教、摩尼教，就是他都会是以着那种宗教的名义嘛，然后最后把他整个政权给推翻。所以现在可能政府也是有一定的那个恐惧吧，所以他就会对各种各样的宗教监控的特别的那个严格。国内基本上公共空间到处都是监控。这些监控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吧。好的就是有监控的地方会让那些坏人可能就没办法去作案嘛。还有就是大家举止可能会更文明一些，更得体一些。嗯，隐私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可能还没有，就是公共区域现在都已经成了这种风气了。然后确实也是，就是跟这个政治体制是有关系的。嗯，确实像你说的，就是他可能也是在预防一些，就是对他不利的一些政治活动啊，或者说是一些聚会嘛，应该对，是有这种考量的。那我们在那个，我看现在国内时间也恐怕不早了，最后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聊一下的吗？咱们也可以闲聊一下。哎，对，嗯，我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做的这个频道呢，内容的话就是你自己定嘛，都可以的，因为你也有一定的粉丝了，只要过万了，其实粉丝量就还可以了。但是我从玄学或者说从我就是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的这个配的这个音乐吧，如果说是白天听还好，如果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的话，你这个音乐就有点儿阴森森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那啊，种很积极向上的那种调调。如果说你能换一下的话最好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剪我们这几期的话，因为有我自己参与嘛，如果你能换一个积极阳光一点的，可能我会觉得更好一点。或者就是可以。说你的你有没有什么音乐，那个比较喜欢的背景音乐？然后你可以把名字发给我，然后我先去查一下它的版权，然后如好。果因为如果是说它是受版权保护的，在 YouTube 上的，那哪怕是说超过了8秒钟，那我那一期1个小时所有的那个视频的收入都会到那个音乐的那个出版商那里去了。嗯。对，然后我还没对对对，说完嘛。对你先说。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看大老王他们不配音乐也可以啊，也行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配音乐呢？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因为你的音乐，你的这个量吧，其实你有一些视频啊，像 Neo 的话，他说话声音是比较慢，有的时候又声音比较轻的。那你这个时候你音乐你掌握不好这个，就是音量的话，有的时候会听不清啊。他说了什么内容。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干扰的。所以我就是说，为什么觉得你这个配乐的话，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对于你们这个内容来说，以及它的这个音量，因为它有一个声音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它就是那种，它就是有的它会就发出这种声音一段一段的，然后
啊，它的这个调，反正就是因为音乐它其实也是宫商角徵羽嘛，它也是有五行在里面的。那你的这个如果五行这个调不是很好的话，其实对你的这种数据啊、播放量啊，以及别人就是听众的感受，也是就是环环相扣的，都有影响的。所以刚好啊，你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你提一句，反正。嗯，对，好，那这几期就不配乐了。对，然后我突然想到，如果只是放海浪声行吗？海浪声它也有很多种，其实或者就是你先做一期嘛，然后你做一期没有音乐的，或者你做的短期一点，然后你在视频下面就是提问，就说这一期的话呢，有观众说，之前的音乐不是很喜欢，或者说不是很好，就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种讲话的这种声音了，然后你就问一下其他观众，你觉得配音乐好还是不配音乐好？这种都是很好去那个的呀，都是很灵活的嘛，有没有说一定不配或者一定要配嘛？如果你问了别人，有很多人都说有很多人说那还是配上好吧，觉得怎么样，那你就可以调整嘛，这都很灵活的。哎，对，有道理，有道理。甚至我也可以，YouTube 现在可以做那个问卷调查。对，其实嗯不配的话，对我工作量还是小很多了呢。对吧？啊这个我还嗯巴不得能够不配。然后但是它那个画面的话，我前面是想弄一些我自己街拍的一些视频嘛，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有时候它跟那个就是它那个画面跟我们聊的内容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有时候嗯拍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每一段的那个风景都是那么美。后来我就想，那要不要用一些素材上的风景呢？还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像大老王他那种口播的话，他直接出镜口播，他那个是最省事儿的，你什么画面都不需要配。但是如果是说口播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在准备之前吧，会有一点压力吧，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对着一个摄像头那么聊，跟现在这样子只是音频的话，还是说要就是还是说要那个更加的那个就是更加的不能放松一些吧。嗯，这个嗯的话就是你作为你要去做账号，你是需要去去对标啊，就是你要去分析一下别人，或者说你自己怎么样比较轻松。然后我们主要的话，其实还是以就是口播，就是以这种语那音聊的方式去展示，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肢体语言，也不需要看到我们长什么样。因为我在国内做的平台，也就是这种录屏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剪辑，我录屏，然后一口气说完，然后就这样哇，子，所以说就比较轻松简单一点。那我会有一些就是充电的视频的话，我会用到 Pencil 啊，然后这种 iPad 呀、这种写涂就好了，就是就像黑板一样的，所以是比较简单的。那我觉哇，得既然你是这样子，语音为主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每次都要配街拍，确实会有点不搭。然后，嗯、你可以就是现在靠 AI 嘛，现在不是 AI 很那个啥嘛，嗯，对对。或者你就是什么，你就放一张图在那里，然后呢就音乐播着，这样也行。但是呢，因为我们国内都是短视频比较多，一个视频最多不会超过10分钟的，像是我们。但是你这个如果说，因为你要靠广告收益啊或者播放量啊，然后油管又希望你们做长视频的话嘛。那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考虑，反正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你要做一个事情，或者你想要做好一个事情，都是你必经的，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嗯，对对对，嗯我觉得对。哎，Neil 你怎么看？嗯，我觉得一如建议的挺好的。然后我顺便说一下，因为最近我姐她也看了你的频道嘛，然后她说了几点建议，然后我替她传达一下吧。她说，你的那个头像太大了，这是你呃告诉我要放1/3的，好吧？我后面缩小一些啊。然后然后她还有就是说那个就是视频封面就是那个比较杂嘛，就是你可能会一次写进去好几个，甚至接近10来个主题，太多了，哦，封它都面上面对吧？有点就是它很难去捕捉到有效的信息。就是，我建议你就是你的封面不要就是加入太多的主题，就是3、4个以内吧。
这个是因为当时跟你聊天，也不是跟你聊天，主要是我自己做主持人，那个控场能力不是特别牛吧？有时候就是像一如，我觉得他说很好，就是叫那个呃，我搞忘记那个词汇了，他就是说我可能想到这个思维比较跳跃嘛，然后跳到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主题上去，然后后来又没有把它给拉回来。所以后面的话呢，要是再去剪视频、剪音频的时候呢，它这个标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取，然后那算了，那就干脆直接一个很长的标题把它放上去。所以说，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源头的话，就是一开始咱列好提纲，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话，我们就说啊，大佬王这几个话题嘛，然后列了提纲之后的话，哪怕是有一些离题，但是至少也会接着往那个主线上面去靠。所以就是所以后面再去弄封面、弄标题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专注一些。对，如果就是我们聊的比较杂，你其实也可以不把所有的内容都体现出来，你把几个你觉得能吸引观众的或者重要的内容摘出来就好了。我觉得都能吸引观众。我有时候想删的时候有点纠结，不知道得删哪个。我觉得每个都有点概率，好像比较能够吸引观众。这个一如有建议吗？这个，好吧，毕竟呢，因为我也是做账号的嘛，我们都做账号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放长视频，它的播放量下来了之后，那么你就应该想着，你马上就应该下一期就做一个短一点的视频，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然后标题就取一个或者两个，那有喜欢的能吸引的人来就听，因为别人也会觉得，那反正点进来看看吧，完了就10分钟、几分钟的那种10来分钟，他也会觉得如果不吸引他的话，那他就走了，或者说十几分钟也不是很久。但是如果说你标题有很多，然后你又要1个多小时、40分钟的话，别人就会觉得这么多标题哪里才能看到我想看的呢？那就会觉得占用他很多时间，他就觉得这么长，他就觉得那等他有时间了，他再慢慢看、慢慢听好了。毕竟我们也是以这种语音的方式，又没有这种文稿，然后也没有脸面，那他就会觉得这全要靠听的，他要他的这种听你这个视频的这个环境、时间点以及外面的一个外部的杂音，这些他的要求很高的。所以你的时间又长的话，那是不是？我有道理。我觉得这个首先，所以说就是说把它可以试一试时间短一点的，甚至说就做1分钟以内的短视频切片也行啊。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它 YouTube 上面可以加那个就是章节嘛，就是你可以在那个进度条里面看到就是几分段嘛。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就是分段嘛，那个 B 站也能做的，对，就是然后剪辑的时候辛苦点嘛。回去的话，你能把你的那个就是发给我们吗？然后我一直都这个很好奇。暂时先不发吧，因为其实我一直是这样，我身边的朋友以及我微信的好友，他们都不知道我账号叫什么的。我觉得有缘自然会刷到吧，我不是那种很刻意的人。就是这样什么？子。本来我们想推一推你的这个频道，但是现在也随缘吧。后面如果哪一天的话，你需要我们来推一下你的账号的话，你可以说，然后我们把那个就是我可以发几个社区帖子，然后链接你的那个就是那个频道。现在的话就随缘。对，现在先随缘吧，因为我国内的平台的话，我其实现在因为我也比较忙嘛，你看，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教学生的，然后他哇们不懂的也是要对，因为我有好多学生嘛，他们也是要打语音给我们聊的然后所以我最近 B 站也没有更新，年底的话看年运啊，这些人也比较多的，所以的话也是抽空出来的。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你们这个频道呢，也不像是一些频道，就是过分的去讲一些，一定是去讲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还是有一定的内容的。一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也是那种，就我觉得在某些程度来说，我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我们都不是那种纯粹为了流量而去讲别人只讲别人想听的，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在制作这种内容。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聊的内容能帮到你，然后能让你，流量更好，或者再说的俗一点，你流量好了之后你能赚到钱，那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就所以说我也没想着一定要，让你先帮我推 B 站呀什么的，因为 B 站我最近也更新的也比较慢，而且我讲的也都是一些专业知识。那如果说后期这个视频放出去之后，如果有一些观众他对玄学感兴趣的，如果在下面留言或者说问你，然后
他也想要看的话，那我就到时候再发给你好了。如果说后可以，期如果后期我自己也想做油管的一些账号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再互相这种合作呀，或者说再帮我推的话，那个时候再这样子做好了。但因为现在我也还没有在油管起号嘛，我也还在观望当中。因为油管和国内的平台比起来，其实真的算很好了，因为它把这种成本以及这种收益的话呢，都直接就是平台帮你呃规划好了一点，就起码你会有一个保底的这个什么广告收益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看像 B 站的话，你有100万播放你的激励金的话可能就1000块钱最多了。就是你看跟这个油管比起来，那简直就是是吧？所以说就是做 B 站，如果我又要一直输出内容，然后呃，我和油管比起来，我就觉得这相差太大了。并且的话呢，油管的话呢，能说的东西可能会更多。B 站的话，现在审核很严的，你稍微说的一些，比方说你说个运势啊，什么大运啊，什么你一定怎么样啊，他可能就不让你过审。所以这也是就是我对。有在考虑换地方，然后去想，然后我也就是在观望嘛，在多看一些账号。所以我像跟你说的，你做一个事情，你做一个账号，你要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或者一个事情来做的话，就是需要学习的。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原来那个 B 站上面已经有的所有的那个视频嘛，就是一旦你决定在油管上面要起号的话，你都可以给它复制，然后再上传到油管，但是你不要一天都上传了，而是说就是循序渐进嘛，平均两天上传一个，2天上传一个，然后很快这个号就会起来。然后呢，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是说比较忙的话，其实你可以这样子，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多做一些视频嘛，多做一些库存的视频，然后呢，再给它定时去发放。就比如说像我今天刚刚上传的那个视频，是之前跟Leo 他们就是大概半个月之前已经做的，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我录了大概有4个视频，那样子保证哪怕是我出去度假了半个月，我都有那个持续的那个内容的，就是有规律的更新。嗯。是的，其实你看，像那样做这种聊的话，你看，其实，尤其是我是女性嘛，然后我又吃素的话，其实你说一次性聊2个3个小时，对我来说还是挺辛苦的，我觉得还是有行点吃力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你说我要是我像你们这样，我要是我说做库存，我一次性你说录个4到6个小时，然后到时候后期慢慢的发，我觉得这样我太累了，我做不下来。我还是要以自己的，我还是觉得以自己身体这种为主。一开始我想的是，我啊，们可能聊个1个小时差不多了，只不过不知不觉嘛，就聊了应该有3个小时了吧，有了。哎呀，对对，哎，嗯，行，那辛苦。对，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行，那最后我忍不住问一下，就那你说你姐姐还给我有什么建议啊？嗯、好奇，他好像就说了这2个。第一脸太大了，第二的话字太多了，对吧？脸太大。嗯，不是说脸太大，是说，脸在那个封面的占比太大了。哦，可以可以，嗯，对。行，那我后面好好的去给他调整优化一下，谢谢你们了，你们也早点休息，辛苦你们了。行，好，嗯，好。哎，好，拜拜。好好，那下次再聊啊，好，拜拜，嗯，嗯，哎，好。下次再聊，拜拜。拜拜，谢谢啊，谢谢，太客气了。谢谢。然后就是我想提升一下那个主持的水平，然后顺便再就是呃就是整体的提升一下这个节目的质量吧。嗯，看得出来你今天比往常用心很多。嗯，还好，对，就是首先的话就是要确定一个提纲，哪怕最后聊偏了一点，但是至少得有一个提纲。然后第二的话呢，就嗯是后面我觉得咱们得做一个开场，就是你不记得我们刚最开始的那几期节目，都会是说在刚开头的时候说啊你好，今天我来邀请 Neil 来分享他的什么什么经历啊，今天我们又邀请了 Kevin。然后来分享，来继续上一期聊到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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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更加正式的一个脉络嘛，但是后来的话就没有去整那个开场了，
然后所以那嗯，样子观众进来之后就感觉哎怎么好像是突然是进到一个房间里面，说话就是对，说到一半，对。那咱们开个场呗。